可是为师伤了胸口呢，你也要看吗？自然是要的。如此伤势，看来只有你的弟子我才能帮你痊愈了，对不对？小坏蛋。叮，宿主凌云，系统觉醒失败，延迟8000年，现补偿1000倍天赋加成，并赠送神级体验卡。体验卡，夺取修为。本系统很忙，再见。哎，这体验卡呢？不是卡呢？这他妈不是路边小卡片吗？你怎么不给老子一张劳斯莱斯5元代金券的啊？得想个办法。这是万年前飞升的祖师女帝，若是宗门大劫之时，可燃香上宾。看来只能我凌云以身试法，软硬兼施，威逼利诱啊！女帝祖师姬夕瑶在上，阴阳圣宗当代掌教凌云有礼了。宗门如今被9大仙宗围攻，危在旦夕，恳请女帝下界出手相助啊！下界蝼蚁，竟敢扰我清心！不对，居然是阴阳圣宗的求救。宗门之前是父亲的心血，虽然我已经飞升万年，但宗门始终是我的根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但天道规则森严，如若我私自下界，必受境界压制，甚至会受神罚。但宗门若是覆灭，今后我恐怕会有业障缠身。为了宗门，我只能冒险一试了。狗系统，别让老子抓到你！现在我所有的希望都在这儿了，我弄不死你我！我去，这女帝也太好看了！关键时刻生死攸关，祖师，别怪我。下界凡人，打扰本座清修，找我何事？女帝在上，晚辈冒昧请您前来，实乃宗门危急，迫不得已啊！如今阴阳圣宗被几大仙宗围攻，他们不讲武德，联合数十个宗门，蓄谋已久，欲将我宗覆灭于一旦。若祖师女帝您袖手旁观，我宗必将灰飞烟灭。还请女帝祖师出手相助。本尊封印自身修为下界，也许现在实力还不如你，你找我也是无济于事。不过我想问你，是否还有其他妙计？妙计有。女帝祖师，不如你我成婚，洞房双修，到时候我岂可无敌于天下，定能化解这宗门危机。区凡人，竟敢口出狂言，找死！事已至此，女帝祖师，对不住了。如今你我合体才是上策，到时候我得你修为，你也可以获得自由。你父亲留下这宗门，定能保全。届时你我再无瓜葛，岂不美哉？你这无耻之徒，本尊誓死不从。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
会后悔的。我继续要对天发誓，如果我修为恢复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生不如死，那我就先让你生不如死。啊！凌云，你这个混蛋！今日之辱，我日后必定百倍奉还。好了，你的法术已经被我封印了，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事已至此，你我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唉，以后像这种没用的话就不必再说了。待日后我无敌于天下，带领宗门一统下界，你父亲泉下有知也会倍感欣慰的。若是不成，你还想怎样？若是不成，那就再来100遍、10000遍，直到能成为止。你无耻！明日，我要让那群镇人君子看看，究竟谁才是天下至尊。见过掌教至尊。上一世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，但因为敌我悬殊，还没开打，很多人就失去了斗志。这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要我说啊，这别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，咱们还是早点收拾细软，赶紧跑路吧。万一到时候要真打起来，咱们连个拳师都保不住啊！谁说不是呢？我可听说，人家可是有备而来，还带了。怎么？我继续说下去了。魔尊大人，这事儿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实在是9大仙宗，他们实在是太猛了呀！他们不光有天玄宗的道气镇山印，还有紫霄宗的9天雷阵，他们那些法宝更是数不胜数。咱们这点家底跟他们硬拼，简直就是找死啊！对啊，我看不如我们先避一避他们的锋芒。擅遣扰乱军心，找死！这不是做护法吗？渡劫境的老祖，这就没了。怕？老子让你们看什么叫怕！谁胆敢再说一句丧气话，这就是下场。弟子知错，弟子再也不敢了。全凭掌教至尊吩咐。明日我便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所有人，拿出我们魔道的气势来！都听清楚了吧？是。我有信心度过这次危机。灵护法，本尊现授予你执法监军权力。但凡发现有人胆敢阳奉阴违，我准你先斩后奏。谨遵掌教至尊旨意。林长老，打开宗门宝库，发放武器、丹药，一切有。谨遵掌教旨意。好，记住我说的话，有本尊在，这天还塌不下来。好！见过掌教至尊。若是封印失效，不还是死路一条吗？看来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可让祖师女帝网开一面。怎么回事？都试了这么多种办法，还是解不了这个禁制。混蛋！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现在认错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谁说我要认错了？反正我都是要死了，还不如再多快活几次呢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混蛋！萧，实话告诉你，你身上这个封印我也解不开，不出意外还需要24天左右吧。我不会再对你动手动脚了，你啊也不要再做什么傻事，如何？怎么，你也怕死？当然，如果你执意要毁了这里，那我也无计可施。不过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如若违背誓言，
就天打雷劈。像你这样卑微的人，根本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本座暂且相信你一次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倘若你再对我动手动脚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行了，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你应该也闷了，不如随我出去走走。再说了，你这也算是回家，应该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吧？好，那就出去走走。有戏，只要愿意出去，就有机会慢慢融化它。对了，阴阳圣者他的灵位还在，你要去看看吗？走吧。见过掌教至尊。宗门圣地未经允许，不得擅自闯入。这位是我的道侣，还不懂点规矩，给我把剑收起来，赶紧退下。好，冒犯了掌教至尊，弟子这就退下。你刚才说话是在放屁吗？非也非也，这样说更方便你在外行走，不然这如何解释这宗门核心府邸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女人？所以以我女人的身份出现最为合理。你配吗？哎，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你就先委屈一下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吧？不许再动手动脚，否则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的手剁下来喂狗。哎，我保证，我保证。你瞧，这边是新开辟的，那几十个山头，现在住的都是亲传弟子。拜见掌教至尊。都起来吧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明日尽量保全自己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要先保住性命，还有一定要打出我圣宗的威名和血性，不要丢脸，知道了吗？我等明白。行了，都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说实话，我在宗门的时候，他们与我并不亲近，怎么会与你？林云小儿何出逃？林云小儿何出逃？回吧，你自己回去。那个地方除了我，没人能进去。林云何在？给老夫滚出来！哼，让我看看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正义之师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如此狂妄，看来是时候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的本事了。天玄印，嗨！太清剑门有起阵。是。上一世，山门大阵硬扛了9大仙宗1天1夜才被击破，可这时我已突破飞升境，可不会甘心被动挨打。林老魔，还不出来受死！你这魔头，当年掳我母后，辱我父王，今日我必将为家门雪耻，第一个取你狗命！小侄女儿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我和你母后可是郎情妾意，情投意合。要是论辈分的话，你该叫我一声爹才是。找死！可惜了，我真的喜欢过你母后，可她对我魔教有很深的芥蒂，转头将我出卖，不然我今天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罪贱至此，拿命来！所有人一起劈死这个不要脸的邪魔外道！既然诸位都拿出了真本事，那我凌云也不该吝啬。一会儿杀出去，活捉皇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是，林老魔，你是个畜生，有种出来单挑啊！你别老躲在女人后面，你这名后是靠女人躲出来的吗？
小侄女儿，今天让你好好看看你爹的本事。一群正道魁首，今日我凌云以一己之力单挑你们一群，敢不敢见？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要以一己之力单挑我们所有宗门，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就是，我们还没杀进去，他就已经疯了。看来这阴阳圣宗也不过如此啊！依我看，你们短时间内根本破不了我这阴阳流转护宗大阵。你们啊，没必要再浪费法力资源了，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。只要我一死，这阴阳圣宗的宝物还不都归你们？狂妄小儿，你若找死，老夫现在就撕了你！林老魔，你这出使少耍嘴皮子，有种你出来！诸位正道魁首，我凌云今日愿以身殉道，换阴阳圣宗的未来。没想到这老魔居然也如此大义，竟然甘愿舍生取义。哼，天真！即便他舍生取义，我们也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所有阴阳魔宗的弟子都必须死！师兄他疯了吗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人？来，一群妄言替天行道的伪君子，我凌云今天就在这儿。我看你们谁有这个本事来取我的项上人头啊？哼，休要逞口舌之力，现在老夫就取你性命！林老魔，那好日子到头了！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魔道贼子，受死！魔头，今日赴死吧！我以为你们有多厉害，跟你们交过手之后才知道，你们也不过如此。小子，不要得意，试试这招。好，我等的就是现在。不好，这种气息，这种修为，李老魔突破！什么突破了？难道他又成神了吗？说的不错，可惜晚了。现在送你们所有人上路。小侄女儿，李老魔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神皇皇朝的老祖是不会饶了你的。这护宗大阵我已撤下，我倒要看看谁敢上前一步试试。依我看，我们不如一起动手。虽说是为人不耻了些，可只要拿下阴阳圣宗，到时候不管他们怎么说，那还不尽是在我们掌控之中？没错，所有人一起接阵，尔等魔宗孽土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一群蝼蚁聒噪。好，你们不是要灭了我阴阳圣宗吗？来啊，走！小侄女儿，你放心，我呀会好好疼你的。上回说到，九大仙宗与魔宗血战，仙道联军死伤数十万，折了大半精锐，但掌教魔宗林云一人独占九大仙宗领袖，追杀了九大仙宗10万里，一路血战，一路尸横遍野。我去，经此一役，
这阴阳圣宗的名号，可是一夜之间响彻天下呀！可不是嘛，本来整个仙界都不看好阴阳圣宗这个魔宗，认为9大仙宗出金为奖，已经胜券在握。谁能想到，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呢？是啊，更别提那神皇皇朝的皇女黄熙啊，可是被凌云活捉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生死难测呀！我去，真的假的？我听说多年以前，黄熙儿的母后，也就是当今女帝黄连月，也曾被凌云掳走过一段时间。哦，他们不会哟，没走呢。香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才能突破飞升境，一举击溃敌军。这恩呢，我记在心里。你辱我身子，夺我修为，还敢说记我的恩？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的。哎，林老魔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现在就放了我，否则我母后不会饶了你的。小希儿，别着急骂呀，咱俩这缘分是天注定的。无耻！哟，像你这样的厉鬼，我呀还真是求之不得呢。你这是……林老魔，我要你死！你打得过我吗？哎呀，恨就对了。哼，我和你们神皇皇朝的事情还没完呢。看来是该回黄连月那儿找回场子了。唉，等恩怨一了，和黄连月做个了结，我也就该去3000下界游历了。本来直接飞升最为稳妥，万一被女帝祖师逮住，看来只能想其他办法。估计这会儿神皇皇朝应该开始准备反击了。上一次我好不容易把黄连月骗出来，他却以什么先皇神力作为威胁，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还是没有得手。这次我重生回来，皇朝那个老家伙还是难以对付呀。凌云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竟然破境了。只是希望接下来你能顶得住他们的怒火。我的成仙大业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。希儿，别怪娘，我也不想永远都是傀儡。我要成仙，我要去先皇遗迹接受传承，让先皇重新莅临世间。这一次，你就原谅娘吧。大好的局面被你们搅得一塌糊涂，皇女在眼皮子底下被魔头掳走，现在你们还来我这儿讨要说法。皇施主此言差矣，当时是你主动找到我们，并且把我们集合在一起，出征前说的信誓旦旦，万无一失。可如今这恶果，主要原因就是你神皇皇朝的消息有误。没错，大师所言极是。我天玄宗这一次死伤弟子足足有30万，不可能就这样算了。还有我紫霄宗这一次
损失精锐弟子10万有余，我宗紫霄神雷已消耗殆尽，这些损失必须由你承担。诸位稍安勿躁，依我看，赔偿肯定是要赔偿的，但具体还需要商量一个章程。无规矩不成方圆嘛，要不然怎么赔？先赔谁？这不都是问题吗？赔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你们还是如此不要脸。雷震霄，当时是你非要求着加入的吧？我……还有你，玄天罡，我也没有强迫你吧？起码你们现在还活着，还有资格站在我面前。其他5个宗门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怎么，得了好处就是你们的，损失就要我神皇皇朝一力承担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没错，这一战，你们直接死亡的弟子就有数十万，这笔账就算我神皇皇朝把数万年积累的宝库全拿出来，也赔不完。姑姑说的对，你们这帮人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，我们神皇皇朝不欢迎你们。诸位，虽然来之前我就料想到了他们恐怕不会赔，可是你们别忘了，皇女还在那魔头手上，现在除了我们，难道你们还有别的办法救回皇女？告诉你们，老皇主即将出关，要去魔域带回我朝皇女。你们若是感兴趣，可以一同前。什么？老皇主即将出关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该你们知道的事。武道，你来的正好，替我送客吧，我有些倦了。是姑姑，你去休息吧，这里交给我就好。接下来老怪物应该就会出关了，我和希儿都是他培养多年的补药，也是他飞升仙界的唯一希望。等他去魔域试探一二，能跟凌云斗得两败俱伤之时，就是我独掌皇朝，成就仙人道果之时。几位，要不到时候我们也过去看看？行了，离远点吧，这次损失还不够惨吗？此言有理。这动静，黄灵天那个老东西出关了。哼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看来是时候该去我师尊那儿走一趟了。师尊正在洗澡啊！云儿，你来了。是，我来看看你。现在你看到了，所以你要回去了吗？还没仔细看呢。我听说你受伤了，作为弟子的我，心里面很是难过。务必要仔细看看，到底伤哪儿了，我好对症下药才是。可是，为师伤了胸口呢，你也要看吗？自然是要的。如此伤势，看来只有你的弟子我才能帮你痊愈了。毕竟，也没人比我更上心了。师尊，你说对不对？小坏蛋。唉，就今天的表现来看，你好像有些累了。这几天没干好事吧？没有吧，师尊，你这肯定是多虑了。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不老实。说，那个女人是谁？我说，
师尊，他是弟子的道侣。行了，下次可别那么莽撞了，受伤了还乱搞，这样容易弄坏身体的。下次不许这样了，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师尊，我心里面有数。好了，这次就先放过你，下次来我这儿，可不许再和别的女人有接触。好。既然这样，师尊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也放我一马，如何？什么秘密？讨厌。行了，不逗你了。那我真的告诉你，我把黄凌天的女儿给睡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黄凌天那个老不休的想采捕黄连月和黄希儿？不错，正因如此，所以我先下手为强，把黄凌天那老东西的希望给他破。好啊，云儿，真有你的，干得漂亮！这下黄凌天想飞升也飞升不了了。不过，你那个道侣倒是不简单啊。是有一点儿，不过他过段时间会自行离开的，你们都当他不存在就好。等到时候我会安排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必须惹他，他很危险，但也很重要。这样也好，为师多年来的心愿也算完成了。师尊，你什么心愿？没什么。这几天宗门事务繁忙，你也没有好好陪你那个道侣吧？你赶紧去哄哄人家，多陪陪人家。是，知道了。我还以为你转性了呢，原来你是出去吃野味了。我不想看见你，赶紧给我滚！我就来看看，你今儿怎么了？谁又惹你不高兴了？少来这套！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身上至少有4个女人的气味，你是发情种猪吗？哎呀，你脾气怎么这么暴啊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在我手上。你敢的话，我就自爆。怎么，你想给我陪葬吗？行了，跟个炸了毛的猫似的。我说了不碰你就是不碰你。再说，你舍得你这身修为吗？忘了叫人给你重新换了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别妄自揣测。是你先挑衅我的。哼！哎，不对啊，这儿也没有外人来，谁能让你生气？夕瑶，你在吃醋？不会吧？这高高在上的女帝居然会吃我一个凡人的醋？我呸！你个卑微的凡人，你什么东西啊？还值得我吃醋？哎呀，好，是我想多了啊！还有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对我不敬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我还要拉着那些你在意的人，我要拉着全世界陪我一起去死！我乃是高高在上的女帝仙王，要不是运气不好，一朝落入了凡尘，怎么会被你这泥腿子玩弄于股掌之间？你说的都对。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？我在听啊，我已经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。放心，以后我保证不会再犯。再说，我不过是一介凡人，怎么能亵渎高高在上的您呀？哼，算你识相。还有啊，你要收起你那些肮脏龌龊的想法，外面的女人不是都跟你一样的。那是我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管。你欺人太甚！要我答应也可以，不过你要告诉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黄凌天你应该认识吧？那老东西过2天应该会找我麻烦，我想重创他，但我又怕他不会真的跟我死斗，所以什么？
我怕他会逃走，怕他不真的跟我打，我又怕两败俱伤后被人捡了便宜，所以啊，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你帮我看看。什么办法？你说我听听。我的飞升大劫不是还没渡吗？我想着和他交手的时候，引动天雷，这样天道一定会把那个老怪物一起清算。不过我想问你的就是，这个天劫被外力所干扰，会不会变得让我难以招架呀？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说了，这是一笔交易。既然你想管着我，那你没得选，你得告诉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，要不你就教我一些什么秘法之类的。否则万一我兽性大发，你敢？这就对了嘛！你是高高在上的女帝，肯定有什么无双之法。只要你帮了我这一次，那这宗门定可以转危为安。而且，你也不希望我死在别人手中吧？这样也太便宜我了。我宁愿让你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，但这宗门万载基业，不能丢于我手啊！那你刚刚答应我的事，可还算数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你下次我在的时候，不许再沾花惹草，还脏了我的眼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我就姑且再戏你一次，但是你记住了，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。明白，还请女帝祖师教我。这天雷呢，分为阴雷和阳雷，而雷法又分为五雷正法和十雷神通。我接下来要教你的就是九霄不神雷，但是你是否能学会，要看你自己的资质。啊！我去，本以为是什么秘法之类的小道，没想到他直接丢了我一步传承啊！这下可赚大了。多谢女帝祖师，接下来就看我的吧。一群废物，区区一个阴阳魔宗，就让你们几大仙宗全部栽了。刚刚破境的飞升境，只不过是婴儿学步而已，就让你们几个输得这么难看，说要你们还有什么用？前辈，您教训的是，还请老祖您大显神威，将那林老魔碎尸万段。请灵天老祖大显神威。行吧，就他的水准，在本尊面前蝼蚁无益。本尊这就带你们去跟他要个说法，都随我来。林老魔，快前来跪迎灵天老祖。林云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我劝你自刎归仙，省得待会儿死得难看呀。哼，有点意思。林老魔，我还以为你是缩头乌龟，没想到你还真敢出来呀！没错，你们一个个看到我们灵天老祖还不赶紧下跪，尤其是你，活够了吧？原来是你们啊！我还以为是只野狗在吠呢。打狗还要看主人的吧？林小友，我劝你不要自污。是吗？黄灵天，和你同一时期的人啊，走的走，死的死，这该飞升的早就飞升了。你这个苟活下来的老东西，需不需要我提醒提醒？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呸！一个靠着吃子孙后代，用活人炼丹苟活下来的老东西，依我看呀，你才是我们魔道的魁首。当年我看你修炼不易，放了你一条生路。如今你小有所成，可你依然是后学晚辈。今天你倒对我出言不逊，你可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要让你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行了，少说废话。来人，把黄仙儿给我带上来。师尊来了。女儿，不要过来！你敢对我女儿出手，林云，我要让你死！
哼，就凭你。不过该说不说，你把他培养的我很是喜欢。至于想让我死，本尊有不同见解。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你，凤鸣神枪。大日黑天指，东西，我可就是在这等你呢。不对，你这是要渡劫！你快给我住手！我这是飞升大劫，你有阵法，也没有宝物丹药，你想死无葬身之地吗？居然想去用这种办法来拉对方一起渡劫，可是每道雷霆都长达数千米，他难道就不怕二人同归于尽吗？别担心，师傅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之前掌教就展露过非凡的实力，想必这一次定能逢凶化吉。但愿如此吧。雷震霄，怪不得刚才阵前叫阵那么卖力，难道你发现了什么吗？没有，我呀是万万没想到他们会以命相搏。到时候他们两败俱伤，那我们果然高明。等他们两败俱伤，我们就渔翁得利，既可以削弱这魔头的实力，我们又可以摆脱控制。从此以后，这王朝天大地大，不是任我二人遨游吗？看着吧。这天雷比我当时飞升的天劫还要高出10几倍不止。这逆天之举，真的有办法平安突破吗？老东西，小爷我的手段如何呀？现在你是不是又想着如何苟且偷生？他妈的找死！这是辛苦道友了，理应如此。分身之术，这老小子这是要跑？分身留着有什么用啊？看来接下来是什么结果，对我们来说没那么重要了。诸位道友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没错，不管林老魔是否渡过天劫，都不会影响结果。倒是我们可以一起追杀黄凌天，他的宝物就是我们的了。原来是你们内部出了内讧啊！我还以为你们这种名门正派不会出现这种丑闻呢。废话，去死吧！好，你们4个要一起上吗？是，不了。居然第一道雷劫就劈碎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快看，这好像不止1道天劫。这是第几道天劫了？好像是第7道。第7道，当年老祖飞升也只是历经5道雷劫，照这样下去，掌教究竟要突破到什么地步？居然有9道天劫，这个凡人居然有大帝之姿。所有圣宗弟子，听我号令，陪我一起踏破神皇皇朝，活捉神皇女皇。踏平皇朝，踏平皇朝，踏平皇朝，踏平皇朝。林老魔，既然我已经落在你的手上，你又何必如此羞辱于我？有本事你就直接动手杀了我！杀了你？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！我呸！你这样羞辱于我，跟杀了我又有什么区别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绝对不会向你低头，绝不！把我想的这么坏，看来他把你教育的不错呀。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哼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，应该换个说法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个人渣，装什么好人？你不就是想强迫我吗？大不了我就当又被狗咬了一口。哎呦，
把你美的，我看你是求之不得吧？我呀，才不要！你这个老魔头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哎，你干什么？瞧瞧你！哎呀，生这么大的气，一会儿都把自己给弄伤了。你这都勒红了。不过放心，回头啊，我让他们送点药过来，只要好好护理啊，你就不会留疤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既然你问了，那告诉你也无妨。你知道为什么是你被选中，带领神皇大军来讨伐我吗？因为我是皇。不，你错了。你最敬重的母后，还有那个什么凌天老祖，他们都在利用你。他们都在利用我？没错，黄连月是为了对付我，也是为了对付黄凌天，以至于让你成为导火索，上赶着把你派到这边的战场上来。那黄凌天啊，从始至终都把你视为替代品，把你当成炉鼎来培养。他原本的目的是想让在这个战场上获得足够多的气运，为他所用。但可惜啊，只可惜他们的算盘落了空，是你赢了。没错，这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也有自己的判断力，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选择了。你杀了我吧。你似乎忘了吧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就算是死，那也得讨回公道之后再死。这么憋屈的死法，换作是我可接受不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帮我？没错，不过呢，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。你不要碰我！嚯，小希儿，刚才你可是很主动，怎么现在就不让我碰了？你再胡说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不乱说，我不乱说，行了吧？来，我给你捶捶腿。哼，讨厌！你别忘了，你之前还欺负我。算了，也不只有你欺负我。好了，小希儿，赶紧的把衣服穿好，别一会儿出去了，他们都说我欺负你。我自己来。不过，你之前说的那些事情可都是真的，没有骗我，对吗？我叫凌云，可以叫我的名字。至于我跟你说的，肯定都是真的。黄凌天的老东西是什么样子，你比我更清楚。至于他敢这么冒险过来跟我抢人，还不是因为……好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相信你。不过凌云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从今往后你打算如何对我？换句话说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我是什么身份？处置？小希儿，你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吧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女人，这儿从今以后就是你的家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敢欺负你。好，如果我说我要报仇，你会不会帮我？哦，这么快就拿出了女主人的架势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不过，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无处可去，跟着你，总比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命要好。我只希望你能帮我报仇，作为交换，我愿意帮你做任何事。好，从今以后，我疼你。真漂亮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感谢你的，
要不是你给了我那些法门神通，我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将那老鬼击退？所以，请受我一拜。起来吧，正好我有问题想问你，说说吧，你修炼到什么程度了？我呀，也就初步掌握了基本雷法，至于其中的神通，还是有些不太熟练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说实话，你的天赋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强的，甚至在上界，各大仙宗世家的神子传人也没有你这么妖孽，而且你还突破了9重天劫。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不知，还请赐教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好好发展的话，你很有可能将来成为一尊无敌帝尊。但是本尊不愿撒谎，说实话，你的潜力威胁到了我，所以你必须死。你就现在啊？当然。不行，等我把事情做完了，要杀要剐都随你。不过现在我还有事情没做呢。宗门的危机已经解决了，你还有什么借口？不，你太天真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现在马上就要动手了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你确定是这儿？那个老怪物就在这个洞里面。当然，我那门万里追踪的秘法可不是吹的。只不过我们4人联手对付自斩修为的灵天老怪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肯定没问题啊！他有种就不会逃了。不错，他连神皇皇朝都不敢回去。要我说，他肯定是想休养生息，从头再来。不过可惜没这个机会了。行了，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分头去搜。哼，都在这儿，看来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不好，我布置的禁制被人触动了，会是谁呢？哟，反应这么快，老东西，你还挺会躲的嘛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要我怎样才能放过我？放了？你个苟且偷生之人，你也配？废话少说，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老东西，我最后给你3喜。别杀我！我要对付黄连月的办法，我全都告诉你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方法是这样的，这样我就可以。林老魔，我可全都告诉你了，毫无保留。只要你肯放我离开，从此后我保证，我此生再不踏入内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我不是很满意。言而无信，不得好死！唉，我要是渡过了雷劫，还让你跑了，那我这雷劫不是白渡了吗？哼！法师怎么样？如果没错的话，就在这里。我的定天罗盘绝对不会出错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用破解锁来解开禁制。开！难不成这是个洞穴？那老货原来就躲在这儿啊！几位，一会儿见到他都别手下留情，直接动手，要不然那个老东西说不定还会耍出什么花样来。你们来了！林老魔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我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。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在找人吧？林老魔，说，黄灵天在哪儿？别急啊，本座现在就送你们下去陪那个老不死的。公公，九霄神雷！终于把这仙道 F4给杀了，如此一来，我也倒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怎么样，都到齐了吗？已经全部到齐，除去受伤和留守宗门的，
共计76万弟子。很好，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，玄天罡，还有黄灵天等老贼，已经全部在本座手下伏诛。听我号令，神皇皇朝预谋将我宗覆灭，已是罪不可恕。其他8宗限期3日内准备好诚意献上，否则将有灭宗大祸。束手就擒！束手就擒！听我号令，全军出击！杀！师兄，他们都好惨，要不要？这就是世界的本质，修仙之路本就残酷如此。当然，倘若前几天是我们输了，这圣宗早已成了废墟，无数弟子尸骨无存。知道了，对不起，张教师兄。你在这等我回来，一步不许踏出浮空道。是。这次过后，起码有万年太平。到时候，师兄带你一起飞升仙界。记住师兄说的话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师兄或许是有事情外出了，但一定会回来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我会一直等你的，张教师兄。让他进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拜佛有用的话，还要努力做什么？可惜啊，你这个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现在看来，你都已经知道了。是，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。那你说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也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。凭什么我要成为别人的炉鼎，成为玩物？谁又能明白我？人前风光无限的女皇，然后竟然是他人培养的炉鼎。你告诉我，世上有什么人能接受这样的落差？那也不是你欺骗我、出卖我的理由。我们本可以共同面对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还有，你既然为自身的命运感到不公，那为何又把黄希儿推到这条路上来？事情成这样了，你还在骗？你的心真是够狠的。没错，都是我安排的，是我让他去找你的。本来想着你跟那老怪物可以两败俱伤，最好你们同归于尽，或者你死之后，因为主持灭魔气运加持，他会加速成长，突破境界，那老怪物的目光自然会转移到他身上。你当初选择离开你，就是因为你实在太弱了，不足以让我为你放弃一切。我这个回答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可知错？转过来，看着我。我错了。你也会认错，真是让人感到意外。可我怎么觉得你是怕我杀了你，夺取你的先皇元婴宝？你要做什么？怎么，你以前都玩弄别人的命运，现在轮到自己了，是否很不爽？不可能，若是如此，我宁愿去死。是吗？那你还真是贞洁烈女。你知道的，我修炼的功法在成仙之前是不能破身的。若不是如此，我也不会忍辱负重到现在。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，我求你不要逼我。那又如何？要不你现在就死给我看？我当然不想死，但是凌云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真的舍得我死吗？以你的潜质，肯定是会修炼成仙的。
到时候我还不是你的？我答应你，只做独属于你的女人。所以现在，求你放我一马。不想我杀你也可以，你们的传承先告诉我，我们啊，再谈其他的事情。另外，我想让你退位给黄希儿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可以，我随时可以退位，但希儿有自己的传承。你若不信，我可以给你看。果然有那座传送大阵的记录，怪不得黄凌天的老东西一直没有办法。不过还有另一件事情让我感觉很不满意，我要你给我。你不要脸！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，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不过就算你不同意也没关系，要不要我现在就赐你一死？你快点吧，别让人家等着急了。你很无耻啊！行了，少废话，带我去你们皇陵看看。皇陵？你去那儿干嘛？那是老怪物的领地，我也不是很熟悉。如果你想要国库或者宝库的话，我全部都可以给你。让你去就去，怎么？刚才的苦头吃的不够是吧？你讨厌，我带你去就是了。哼，你们皇朝还真是光明，口口声声说是什么正道仙宗，真应该让你们的弟子们都过来看看，他们所追随的正道仙宗。哼。那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通往先皇始祖安息之地的通道。先皇安息之地里面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我也没有进去过，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。既然如此，能带我进去吗？我想知道这传说中的先皇是不是真的存在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什么？你都要退位了，还在乎这些？我可以带你进去，但是希望你不要打扰先祖的安宁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是不会带你进去的。啊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别废话了，快！你把黄凌天的身份令牌给我，那是钥匙。是这个吗？给你。就这样，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等一下，让我好好想想，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你离我远一点，你身上的法力气息太强了，容易损坏正文。行。对了，还有个问题，黄希儿如何成为下任女皇呀？举办大祭登顶就行了，皇朝气运自然会加深。好了，进去吧。凌云，再见了。你，好你个黄凌云，居然敢骗我！哼！不过这仙界只有一个，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战争结束，神皇皇朝女帝伏诛，尔等还不赶紧放下武器？是真的想做叛军吗？受女皇一命，本座宣布，皇女黄希儿接任女皇大位，即刻起
成为神皇皇朝女皇。拜见女皇。这是从今天开始，神皇皇朝就交给你了。你的问题，我以后再回答。现在先稳定军心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真的要离开？为什么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要为飞升成仙提前做准备。这件事没有你的配合不行。我希望你把这几枚玉简交给我师尊、师姐和小师妹他们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多保重。终究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别难过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你真的会回来吗？不会是打算不要我了吧？我肯定还会再回来呀。我说了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怎么会放下我的女人不管呢？这一点，你还是要相信我的。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要先走，提前做准备。对了，你千万别忘了把这几枚玉简交给他们，他们会明白我的意思，会把你当成自己人。要是碰到什么困难，去找我师尊或者师姐他们，记住了吗？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我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。乖，听话，我也会想你的。你一定要回来，我们都会等你的。等我。凌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今天我来到此地，就是来给你们送书简的。什么？你这个贱婢，你把云儿怎么了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对她产生威胁？你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，快说，她到底怎么了？行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慢慢说。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东西确实是他让我交给你们的。他说你如果在此处，也把东西交给你。这字迹是云儿的，不错，他没有说谎，这确实是他留下的。什么？这个凌云竟然说我早晚是他的女人！凌云，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。爸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天地之间你能跑到哪儿去？看来我是时候要破戒了。我来到这里，恐怕已经有100年了吧。就连那颗本来有人头大小的空间神晶，现在也只是鸽蛋大。等等，莫非这是完整的空间传承？领悟了这空间法则，接下来我终于可以逃出升天了。终于，
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那边树底下好像躺了个人。一个人，有意思。这应该是死了吧？这么惨白的面色，难不成身上带着什么瘟疫？我看未必。能一个人出现在万妖山脉的人，哪能是普通人吗？要我说，他肯定是被人追杀。行了，都别在这猜测了，让我看看。小姐，我来吧。小姐，他好像还没死，但他伤得极重。虽然以我看，能出现在这种地方的绝非普通人，但他这伤势，骨骼不知道断了多少，气息也虚弱的可怕。这伤势还没死，也算是一种奇迹了。行，我来看看。怪事，此人虽然经脉基本断绝，但我却查探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。难不成他修炼了什么特殊功法？这样吧，前面刚好有一家驿站，既然碰上了，就是缘分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，让我来治治看吧。已经第14天了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？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家了，你若还是这个样子，恐怕……小姐，回去之后我还能跟着你吗？当然了，放心吧，家族那边不会刁难你们的，不然我可不会同意。我们也算是一起长大的，这些年亲如姐妹，没有人能够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虽然你们在家族的奴籍还没消除，但是我会想办法的。表哥想借着这件事情威胁我，不可能。现在有小姐这句话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不过奴婢听说那大公子不是什么好人，有些侍女运气不好，入了他的府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那些怀了孕的，他不想让人知道，就把人家药家的大公子药归尘臭名昭著，这也不算什么秘密了。既然小姐知道，能提前提防着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小姐，我去给您打些热水，给您洗洗脸。您啊，好好休息吧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？不然，我可没办法把这样的你一直带在身边。这是在哪儿？是你救了我吗？你醒了？你渴了吗？要不要喝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你感觉怎么样了？还是控制不了自己，恐怕若想恢复好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既然你醒了，我让他们给你换件衣裳吧。这位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药诗诗，是一名炼药师，在路边无意中发现了你，就把你一起带上了。公子，你可要好好感谢我们家七小姐呢，要是碰到别人，说不定就不管你了。你知不知道当时你惨的……好了，医者仁心，这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。哦，医者仁心，小姐，我怎么没见你对别人这么上心过？要我说啊，你胡说，我是一名药师，当然要救死扶伤了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救你只是适逢其会罢了。你是一名炼药师啊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么人美心善。
姑娘，你放心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一定会时时刻刻记在心里，莫不敢忘。能带我出去走走吗？我去，之前在路边捡到时还是和乞丐一样，现在居然变成了贵公子。你瞧瞧，这相貌，这气度，此子绝非池中之物啊！谁说不是啊？要我说呀，还是小姐眼光好，要不然……别看了啊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啊，这位公子，小人王立，是这里护卫队的队长。恭喜公子，希望公子早日康复。有劳您这些天帮忙照顾，多谢了。七小姐，还有别的事要吩咐吗？没事了，你们先去忙吧，我们就在旁边走走。对了，距离药王城还有多远？按照目前这个速度，估计还有7、8天吧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还有7天时间，那你和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。对我家感兴趣，看来你还挺会找话题嘛。只不过呢，我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家。我爷爷是族长，爹娘在我小的时候就在万妖山深处失踪了，所以我……那个之前昏迷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到你们说什么大哥，他是……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整日不学无术也就罢了，还惦记着家里的祖产。要我说，这种人就应该早点死了的好。那么，等你爷爷100年之后，他打算传位给谁？好像前些年是有这个打算，有些长老都支持大伯，只不过……这个声音，糟了，是银背魔狼群，快来人！保护小姐！狼群，不就是些吃不饱的畜生吗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云公子，你可能还不太清楚，这银背魔狼群是万妖山脉外围最强大的妖兽群，每一头都相当于宁丹境修士，首领银翼魔狼王相当于天象境界。他们每次都是成千上万头一起出现，是山脉外围最大的灾难。遇上他们，我们恐怕……七小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魔狼群可都是群体行动的，就我们这些人马恐怕……是啊，现在这个时间段，他们应该在大草原的另一边繁衍生殖才对，怎么会来这里？罢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大不了我们和他们拼了。云公子，你别怕，我们会保护好你的。只是，若是和我死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啊！再说了，这怎么一上来就要死要活的？有我在，事情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不，还是有问题。这里是最安全的行商路线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事故了。他们这样恐怕是有备而来。既如此，那就更能确定了。要不然，这狼群明明占据了绝对优势，为什么围而不攻呢？你是说，这都是我大哥做的？七小姐，我们是趁现在分散小队掩护你突围，还是保持警戒？你快给个主意啊！是啊，小姐，这些魔狼奔袭起来极为迅速，还有兵刺作为远程攻击，已经快没时间了。你快做出选择吧。不错，更别提狼王还在了。现在狼群已经开始释放寒霜领域了，我们的实力到时候都会被限制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我不走，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。快带云公子回去。来不及了，你看。
这银翼狼王，据说已经化形，可以口吐人言。我们真的能活得下来吗？人类，放下武器投降，本王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。你们也不想被我的子民们撕碎吧？哎呦，居然会说话，看来还真得我来了。你现在还是个病人呢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受了那么重的伤都能醒过来，就这点事儿，在我这儿不算事儿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呀，去会会这个狼王，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，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。等等，那个废人是谁？为什么和你七妹在一起？你问我，我要是知道，还跟你站这么远看。行了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若是因为你闹脾气，坏了我的大事，你看我收不收拾你？你是谁？你就打算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听说你们妖王是可以化形的，要不你化个人形，咱们好好谈谈。你这个卑微的蝼蚁，居然敢如此和本王说话！怎么，你嫌你自己活得长？现在你可以去死了！大哥，居然真的是你！药归尘，你就不怕爷爷知道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还是这么天真。今天只要你们都死了，这件事谁还会知道？等我爹当了族长，自然不会有人在意此事。就像你爹娘当年一样。我爹娘？你们这群畜生！我药家怎么会有你们这些孽障？可惜啊，你父亲本来也很优秀，若不是他实在威胁到我家少族长的地位，也不至于。哼，不说这些了，我的好妹妹，准备上路吧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就凭你们人类这么狭小的气量，也妄图战胜我，是吗？哼，这你竟敢如此残杀我的族人！今日我势必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想杀我，就凭你，恐怕没那个本事吧？小子，我劝你乖乖求饶，要不然……你太吵了，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吗？站住！让你走了吗？小子，你别太过分。若是把我逼急了，你或许没事，但他们呢？你的女人呢？当然，我承认，我或许伤不了你，但是你放心，若你真想跟我鱼死网破，我走之前一定要把她带上一起。你在威胁我？没错，我是天香妖皇的人，你敢动我也要考虑后果。现在你已经得罪了药家，如果再得罪一位妖皇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听说这天香妖皇其实是天香妖狐，是9尾天狐的血脉，在整个万妖山脉是3大妖皇之一。谁说不是？竟然真的还有这个种族！要我说，我们还是见好就收，要不然人家改了主意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小银狼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把我这儿当客栈了？老大，我们不怕死，直接和他拼了！没错，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姐妹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闭嘴！现在带着族人们赶快撤。那你，我随后就到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来。行了，我已经网开一面，放他们先走了。现在你我二人应该好好谈谈了吧？倒是胆子不小。怎么，你就不怕我直接对你动手？你不敢。来，再靠近一点。怎么，你就这样跟我说话？少废话，有什么话快说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个小禁制，方便以后我找到你。现在没什么事了，你啊，随时可以走。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
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？若是日后你用得上的话，你自然就会知道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啊？好了，走吧。云公子，你渴不渴？需不需要喝水？不用。那你累不累？需不需要休息一下？啊，是有点劳累，不过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那我下面给你吃。麻烦了。什么？所以还是没有他的消息？是，根据您给的消息推算，此人大概应该差不多可以飞升上界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等查阅各宫资料，并未发现其踪迹。难道真的让他逃脱了？如果真让他逃脱了的话，这1000年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那到时候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最近还有飞升之人吗？目前并未有相关讯息，偶尔有飞升上来的妖孽，经过对比，也并不是大人您要找的罪人。继续，给我盯紧了。是，全凭仙子吩咐。属下还要禀报一件事，东域近来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说吧，什么大事？太虚圣龙一族忽然出世，似乎是在寻找族中圣物，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也在重点关注大人让我们监察的区域。他们一族强势而霸道，诸多势力都对他们不满。我听闻能得到此物者，额间会有一枚龙鳞印记。原来他们都是为了此物而来。是，在九岩仙王的邀请下，多位上仙准备联手起来抗议。这是给您的邀请函。本尊没空，你也退下吧。是。林远，无论你逃到哪儿，我都会把你给抓回来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父亲，归尘他是和周家的大公子一起外出的，两人一同前往万妖山脉才出事，恐怕周家不会善罢甘休啊！万妖山脉，又是万妖山脉，弘志啊，你难道就这么等不及了吗？父亲，我好了，多说无益，待会儿周家来人了，你去吧，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，不然我还真就要重新考虑考虑，这药家的未来到底能不能交到你的手上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老爹，你真以为你还能随意指使我吗？孽子，我虽然老了，可是还没有那么不中用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姚老官，还不出来迎接老夫？周兄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哼，姚弘志，你还有脸见我？你看你干的好事！看来这周家大公子也……事实真相是什么情况？周兄你也清楚，我家长子也共赴黄泉了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行了，少说废话！我要你们药王阁的所有权，这可是我家长子，要你这点东西不为过吧？没错，我们少族长可是我们周家栋梁之才，他没了，若是日后我们周家败落，你们药家担待得起吗？你要药王阁？放你娘的屁！这天下人谁不知道，这药王阁是我们药家安身立命之本。你说这句话，这不是明摆着抢劫吗？少跟我说这些场面话，比起丧死之痛，要你点身外之物有何不可？今天我带着善意过来谈谈赔偿的事情，你们药家张口闭口就是利益，这就是你们药家的诚意吗？你们周家人也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我敬你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跟你说话客客气气，要不然
你真当我不敢动你？尔等小辈，难不成真的要在老夫面前倒行逆施？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亲自试试你们药王阁我能不能拿得下来。我看谁敢！七小姐，七小姐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下我们有救了。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，爷爷就放心了。小七，回来就好，你先退下，这里交给大伯来处理。大伯，应该换句话来说，是你没有想到我能够活着回来吧？当然，还有你们周家，你们一起联合起来，勾结魔狼群埋伏我，欲置我于死地。现在倒舔着个脸上门来索要赔偿了，你们是怎么好意思的？没想到这药家内乱成这样，连族里最天资妖孽的后辈都要扼杀，这是有灭族之象啊！黄毛丫头，休要信口雌黄！你说我勾结魔狼群埋伏你，可有证据？不错，万妖山脉的魔狼群是什么实力，大家心知肚明。你还能站在这血口喷人，污蔑家族长辈，编瞎话，不能编个像一点的吗？长辈，你也配？你那孽子什么都说了，我父母当年在万妖山脉失踪，也是你做的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这逆子，你老东西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住手！好厉害！这是啥风神？这是个群神，不认识啊？不认识，腿脚还不好呢。从哪来的？当着我的面杀人，总得问问我的意见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老族长，刚刚来迟了，让您受惊，还望老族长您见谅。我呸！告诉你，我不管你从哪儿带来的这个野男人，今天老子就要用家法好好的管教管教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尊敬长辈。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你还请老族长退位让贤。你这个畜生！行了行了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既然你们都有立场，那就好办了。现在还有谁想试试空间之力？这人竟然掌握了空间之力，这怎么可能？没错，这股无影无形的力量就是空间之力。但是这样的力量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？这位前辈，在下青羽门周家后学晚辈周一鸣见过前辈。此次贸然行动多有得罪，既然前辈要处理家事，那我们先行告退。等等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们啊，也有取死之道。前辈，我家老祖乃是青羽门太上老祖，不看僧面，你也得看佛面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呀就卖他个面子。多谢前辈大恩大德，在下你放心，我动手啊快得很，保证让你们啊一丁点痛苦都没有。前辈饶命啊！前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前辈真的对不起，我们罪不至死啊！赶紧滚！这位公子是？老爷子，我是您未来的孙女婿啊。爷爷，失礼失礼，不知贵客光临，老朽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呀。若是不嫌弃寒舍，就请坐下小酌一杯。那就叨扰了。行了，大家说说看吧，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这是我们周家的大劫，若是渡不过去，周家就全完了。老祖现在还没出关吗？
宗门已有回复，说老祖正在炼一炉大药，可能没有这么快。那就等，我们等老祖出关。如今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但愿这一次周家能度过这个。袁公子，无论如何，今天还是要多谢你。若不是你，恐怕我家今天就……没事，咱俩是什么关系？以后这种客套话就不必再说了。好。不过，你生起气来真可怕。你这么厉害，我感觉自己都有点配不上你了。哎，咱俩在这天底下可是第一好。那，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说过什么？讨厌。就是你之前跟我爷爷说的那个。哦，我说我是他未来的孙女婿。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？从此以后我们永生永世都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我愿意，我10000个愿意。我这辈子只做云公子的女人。云公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呀？我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现在才问我真实身份，是不是有些太晚了？不，我知道，就算我没有带你走，你也会没事的。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受的伤。我怎么受的伤？这说起来就有些话长了。不过我有的是时间，等晚上没人的时候，我再慢慢跟你说。讨厌！哎，别走啊！你是说，你的狼群被一个奇怪的人类震慑住了，而你自己也被下了某种神秘的禁制？这怎么可能？回阳皇陛下，是的，属下一败涂地，甚至不敢出手。来，妹妹，快来让姐姐看看。你果然没有骗我。姐姐，你看我体内的禁制可以解开吗？或者能否看出它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？依我所见啊，这是一枚修为极其高深的剑修制作的剑丸，本座也没有办法解除。不过妹妹别担心，既然他肯让你回来，就说明还会再来找你，到时姐姐来帮你出这口恶气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我的人下此毒手。是，姐姐，有你这句话，日后我就放心了。爷爷，他怎么就快要走了呢？开心一点，人固有一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。药家已经被邪修所控制，肆意妄为，屠戮我辈同道。我们青玉门作为仙道上宗，理应匡扶世间正义，除魔卫道就在今日。全体弟子随本座前往药王城，谨遵老祖法旨。老族长，要不我们还是投降吧？至少我们药家的万年基业还能继续延续下去，不至于真的鱼死网破呀。不错，七小姐那边只要和那个青年划清界限即可。就说这件事情和我们药家毫无干系，我们可以赔偿损失。到时候对方未必一定会赶尽杀绝，说不定还可以给我们留出一条活路呢。我呸！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徒，真不配做我们药家的弟子。哼，这么贪生怕死啊？刚才是你们哪个叫的最大声啊？自己主动站出来，还是要我挨个点名？刚刚是你叫的最大声。公子饶命啊！小人只是一时糊涂，小人不是存心要与公子作对啊。跟我作对，小子，恐怕你还没那个本事吧？不过你道歉的太迟了。作为修士，如此贪生怕死，真是可惜。还有你们，都出去跪着，别碍眼。你瞧瞧，现在可就清静多了。
来子，以后药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来扛着。小七啊，有一件事情，爷爷要交代你。九转金丹，这可是飞升境界的天品丹药，这怎么可能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至宝，也是爷爷希望能够补全你最后一丝境界。他呀，早已看出你有成仙之志，只要服用此丹，就能够直接早日白日飞升。你确定这是给我的？这是我们药家先祖传下来的，就只剩下这最后一颗了。爷爷让我自己做决定，我想了想，这个时候用它作为我的嫁妆，再合适不过。好，这东西我很喜欢，我收下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东西这么贵重，我不能白拿。药家，我保定了。你好了。药兄，别来无恙。今日一见，却是有些唏嘘。你我相交1000年，如今怕是最后一面。周兄，你今日大军压境，意欲何为啊？周药两家相交莫逆，何至于此啊？药兄所言极是，大动干戈非我所愿。但是你们药家欺人太甚，我族族长不能这样白死。还有，我族数千弟子也不能这样白死。我来就是要讨一个交代和说法。呸！那是因为你们周家逞凶在先，试图以势压人。我药家的子弟何错之有？正所谓杀人者人恒杀之。你们周家图谋我药家的万年基业，你们真当我老糊涂了？看不出来你意欲为何？你，众位同道，你们大家今日来给我评评理。你们想想，今是我们药家，明日就可能是你们诸位。无论如何，今日你们在此都要给我们做一个见证。老东西，少在这信口雌黄！不管你怎么颠倒黑白，我周家数千口人在你药家生死道消，这是事实。他们来为药家耀武扬威，难道不该死吗？你药家杀人成性，已经入了邪门歪道。老祖，不用跟这等邪魔白费口舌了。我们青羽门今天就要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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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药家传承万载，炼制丹药更是创造了无数的药方。正所谓福泽众生，生死人肉白骨，救人无数。我们药家无愧于心，无愧于天地。而你周家若再是执迷不悟，必定要被天道所弃。不错，药家乃是首善世家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说得对，你们青羽门身为上宗，莫要以势压人。药兄说得很好，但是我周家的人不能白死。我青羽门无数的徒子徒孙是不会答应的，给我一个交代。如若不然，我踏平你药王城。你要的交代我给不了。我认为你给得了，好好想想，是灭族还是放弃那些身外之物？你不是傻子。可惜啊，今日的药家已经不是老朽做主了。是，这就是我药家的下一任族长。届时我宴请四方，请诸位同道举杯相庆。哇塞，早就听闻药家雪藏了一位天才少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好说好说，恭喜药老后继有人，传承不朽。恭喜恭喜啊！这可是喜事一件呐。周家老祖还有众多同道，事情的经过我就不多阐述了。现在我以药家族长的身份，正式告知诸位，此事我药家问心无愧，乃是你们周家欺人太甚。你若要战，那便战。小侄女，你做得了主吗？我做不了主。难不成是之前对我周家下狠手的道友才是真正的主事者？道友，还请出来一见，若不能给本座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别怪本座不客气。药兄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把金丹和药王阁的收益给我一半，我立刻离开。当然，
我保证以后不会来犯，甚至可以保你们药家万年不朽。既然你已经找上了我，那就没必要再询问我家老爷子的意见。毕竟杀你不过一抬手的事。他好像看见我们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无妨，就算他看到了我们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对我来说，无济于事。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，坐享其成。小贝，既然是你得罪了我们周家，那老夫要你血债血偿，不过分吧？老东西，想谋财害命就直说，别玩这些虚的。本尊还能高看你一眼，给你留个全尸。如此狂妄，今天就该你死！爷爷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好好看着，我药家没有一个孬种。可是我们……听好了，想活命的，我只给你们10息时间，还有最后5息。走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们怎么可以如此？我药家平日从未亏待你们，平日都是好吃好喝伺候着，丹药灵石也是每月准时足额下发。你们现在背叛药家，天道有眼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人心所向。正所谓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药家气数已尽，受死吧！我辈修士但求一个问心无愧，方能得大道长生。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么也就别怪我出手无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天高地厚的小辈，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！众弟子听令，踏平药王城！是。这股气息好霸道啊！他究竟是何方神上，居然能一下子就掌控整个战局？药家的女婿，这股气息，这是飞升境界的大能老祖啊！老子不装了，老子就是飞升老祖。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来，9天应元雷声，五化天尊。妈呀，这是天劫，这还是人吗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是头一次知道，居然可以召唤天劫啊！饶命啊，大人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！还请老祖看在我等为药家效劳1000年的份上，饶了我们这次吧！饶命啊！你看到了吗？对待叛徒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，否则以后还不知道要背叛你多少次。这灰飞烟灭了。姚回生，你们药家好运气啊！但是老夫不服，老夫就是死也不能心甘情愿的沦为天下人的笑柄。自爆？他怎么？老东西，想浑水摸鱼，然后灵胎神魂遁子，休想！死吧！哼！妖族的客人们看了这么久，可有什么收获？现在还不现身，难不成需要本座亲自请你们出来吗？坐山观虎斗，好计策！玄尊大人威武，还请大人明鉴。我们此次前来是与药家谈合作的。合作？不错，我此次前来正是代表万妖山脉来与药家结为攻守同盟。从今往后，我万妖山脉深处的无尽药材都可以由我妖族直接供应给药家。药家需要提供我们需要的丹药和物资来作为交换。好啊，这是多少炼药世家梦寐以求的事啊！若能达成，老夫死而无憾了。诗诗啊，爷爷，我在呢。你受委屈了，爷爷看得出来，他是真心喜欢你，也想对你好，
可是，终究有一天，他是要离开的，到时候咱们药家就危险了。爷爷知道，他是想给咱们药家找一个保护伞。爷爷希望你能明白他的苦心。我明白的。既如此，爷爷就放心了。乖孙女，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呀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药老一路走好，药老一路走好。今日药老爷子驾鹤西去，也算是喜丧。根据药老爷子的遗志，你们可以自行选择离去。谢仙尊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没人再敢欺负你，欺负你们药家。那他们提出的结盟一事，你怎么看？我实不相瞒，我准备答应他们的结盟。倘若你觉得不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总有一天是要飞升的，留你们孤苦伶仃在这儿，我实在有些不忍心。他们妖族势大，可以做你们的保护伞，这一点要考虑到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交给我安排吧。你们和小姐先回去，好好安葬药老爷子。是。我答应你们结盟，不过我需要你们带我去你们妖族皇朝一趟。好，那就来我行宫一叙吧。大人，这是我万妖山脉深处特产的雨雾灵茶，不知是否符合大人品味呢？不错。不错，茶不错。那小苹果不错。大人，您这般看着妾身，妾身觉得有些惶恐呢。好了，废话不说了，你是九尾妖狐一族。回禀大人，小女子可能是这世间仅存的九尾妖狐，不过上界或者其他世界是否还有我的族人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九尾妖狐一族以绝色的美艳闻名于世间，一直以来都是强者的猎物，逐渐销声匿迹也是正常。也许在某些世界，还有你的族人正在安居乐业，就如同我以前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妖族存在，更别说还有你这种绝色的美女偏安一隅。怪不得之前从未听过大人威名，仙尊大人果然来自外界，想必在另外的世界里，大人也是威震天下吧？既如此，那废话我就不多说了。你可愿意做我的女人？大人，这太突然了，能否容妾身考虑一番？可以，不过我给不了你太多时间。一炷香内，我要你给我准确的答复。大人，你这般猴急，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何如此轻易就放弃了抵抗？为什么？难道不是你想成为唯一的妖皇，所以想利用我？大人，错了。这里终究是一方小的鱼塘，而妾身的目光已经看向了星辰大海。大人，如今妾身只有8尾，若想成仙，必须突破。可妾身又先天有缺，血脉力量不够，若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辈子可能都成不了仙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大人的出现让妾身感受到了契机，妾身我九尾狐族也精通些推演，冥冥之中都会有些预知。虽然我不知道大人身上有些什么是我需要的，但若能和大人你在一起，想必妾身应该可以突破血脉的桎梏。难不成
是我的一方机缘。大人，其实不瞒你说，妾身看到你的第一眼，就感受到了某种温暖，无比安心。如此甚好啊！你我各取所需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不过现在看来，我们得快点了。怎么，你那个表兄还是有些上蹿下跳？他当真就那么不怕死？曾经母后在的时候，就不是很喜欢他，我也很讨厌他的所作所为。但此人根基不浅，不能随意处置啊。没关系，我安排人去除掉他吧，越早越好。不然等他以后事大，再出些什么意外，恐怕就会更加棘手。我会好好配合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想师兄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待我离开后，好好照顾他们，替我守护好这里，可以吗？你放心，就算舍弃掉我的性命，我也会守护好这里的一切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不想让你走，我不想让你走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把眼睛哭坏了，我可来不及帮忙想办法。不过，就算你没有飞升，我也会来接你的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的。你们也要好好努力，不要懈怠，知道了吗？您的吩咐，我们谨记在心。我们谨记在心。能不能成，就看今朝了。混沌神体可是诸天最强，这次会给我什么惊喜呢？这规模居然如此庞大，竟然在转瞬间覆盖了方圆10万里不止。在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最强的老祖，也就方圆万里啊！这一幕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这位仙尊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来，让我看看这天道又能奈我何！不错，就是这种力量，就是这种力量！今日我以飞升正道！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。记得，一起帮我照看他们，拜托了。照顾好自己，相信我，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最近都老实点。那位从下界飞升上来的女仙王，最近像发了疯一样。她今天正好在这边巡查，可别让她抓住。你们可？老大，好像有人飞升上来了。我呸！是哪个倒霉蛋？最近这么不太平。太虚圣龙一族刚跟那位耀日帝君对上，他就飞升，真嫌自己活得长。难不成这就是仙界？哎，小子，给我滚过来，过来登记。从哪儿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小仙刚刚飞升，不懂规矩。我来自天辰界，名叫凌云。没想到啊，你这妖族还出了你这一等人物啊！哎，但这儿距离妖界路途遥远，你这无妨，我呀可以慢慢游历。你是不懂上界到那儿的距离啊！此处啊，恐怕你是飞个100年也到不了。再说了，你有钱吗？有仙精吗？你这路上吃什么？喝什么？那
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这样吧，本尊看你也算是有点眼缘，你这初来乍到，怕是寸步难行啊。本尊给你介绍一份机缘，给你介绍一个好差事，等你有了资本，再去往妖界。这儿有一枚纳戒，就算是老哥送给你的见面礼了。我去，空间这么大，比起下界的空间戒指大了不止10倍啊！如今随便就能送人，看来这上界就是富饶。感谢大人厚爱，以后要是有了好差事，我呀自然是愿意替大人效劳的。好，你小子果然是有大机缘的人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按照惯例，过来登记造册，随后你就可以去到飞升池修炼1个时辰。那就有劳大人了。986号飞升台启奏，今有下界天辰界妖族报道一名真仙，名为……我叫林云啊，名为林云。好了，留下你一缕气息吧。啊，还要留下气息？不然呢？这仙界可是天帝陛下正规化管理，都是有规矩的。快点吧，别墨迹了，这玩意儿没什么约束力，就是一个身份证，你用不用都行啊。这是你的身份令牌，别弄丢了。等会儿到了飞升池要用，出来之后啊，你就可以努力赚钱，早点去往妖界了。这纳戒里有一张地图，就当是老哥送你的，这里面有标注，你直接去报道就行。提携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对了，飞升池在哪儿啊？能，就在那边，你过去把令牌插进去就行了。哦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舒服，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嘛。怎么回事？阵法中枢怎么在疯狂报警？快去看看，是不是外敌入侵？是不是魔族又打上来了？等一下，老大，好像是飞升池出了问题。妈的，那小子到底是谁？他闯大祸了！快给大人发讯息，就说飞升池刚刚被吸干，可能是魔界异教徒在捣鬼。是。确定了，是飞升台出了问题啊！不错，消息已经确认，是986号飞升台出现了故障，目前已经停止运行。另外，看守的护卫现在已经失去联系，生死不知。据可靠消息，白帝城那边也在关注此事。有点意思，本座知晓。哇，这就是仙界吗？要是把他们都接过来住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既见我，为何不跪？喂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，你倒是有点能耐嘛。废话少说，当年之辱，我可都还记着呢。七瑶，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但那些都过去了。人嘛，总不能一直都活在仇恨中吧？既然你也知道对不起我，那就赶紧与我回去。只要与我回去，我自……哎呀，回不去了。我现在已经有太多牵挂了。再说了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很没有安全感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孽畜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虽然我知道你非心甘情愿，但咱俩毕竟也有过夫妻之实嘛。孽畜，哪里跑！
行，夕瑶，我跟你走。我不信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能耍什么花招？这是仙界，你是女帝，我不过是个刚飞升的真仙。再说了，我确实欠你一个交代。好，那我劝你不要再逃跑了。如有下次的话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不敢。不过夕瑶，不是现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飞升后，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。倘若现在就和你死战出手，那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你该不会是想说，你要把他们都带来仙界吧？是，没错，我正有此意。所以，对不起了。圣龙之莲，你飞升时的异象，还有飞升池的意外，怕都是因此物而来吧？你下界骗我修为，上界又窃取龙族圣物，你这一身造化，到底有多少是偷来的？夕瑶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龙鳞是我飞升时意外所得，我又是意外，你到底有多少意外？在宗门你说迫不得已，在黑殿你说为了宗门，在密室你说为了保命，这次又有什么意外？是，我骗过你，利用过你，但我何时真的伤害过你？休要再提当年，今日不是你自封修为，就是我废你道界。对不起了。怎么，你该不会是想说，就是那么一遭，你记恨我这么久吧？没错，所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绝无他法。难不成，你以为我能飞升，真的只是靠这片龙鳞吗？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我飞升时出了点意外，所以我去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在那里我独自一人修炼了千百年之久，而后又做了一段时间废人。要不是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今日便让你好好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大道。你居然……该说不说，你这捆仙绳真是个好东西。你想干什么？行了，别把我想的那么不是东西。欠你的我认，欠着仙界的我也认。但想让我做一个被困在这里1000年的囚徒，我做不到。况且你把我绑回去，天天面对着，就不怕旧情复燃吗？无耻！谁跟你有旧情啊？没有吗？那为何刚刚打斗之时，你没有直击我的要害，反而是试图将我绑回去？若不是你迟疑，恐怕我连召唤雷劫的机会都没有吧？我那是不想你死得太便宜了，毕竟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。夕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个弥补你也证明我自己的机会。我可以为你做事，任何事。你扪心自问，你我2人之间真的有这么深的仇怨吗？凌云，
这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我本来以为我是最应该恨你的。那是你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始终都忘不掉你。我不知道那是我的执念，还是我真的一直会想念。既然忘不了，那为何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就不承认你想跟我在一起呢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有没有想你？回来之后每一次入庭，我每次都想你，我想着你那双骗我但我却恨不起来的眼睛。夕瑶，我知道曾经是我利用了你，但是后来并非全是利用啊。那是什么？是怜悯，还是权宜之计？是爱。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居然对你有爱。爱？你又在骗我了吧？夕瑶，若只是利用，我大可夺你全部修为之后，再将你抹杀，又怎会将你留在身边？又怎么会在九宗围攻之时放你自由？我知道，我现在不管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。但是我只想告诉你，在你答应陪我在宗门散步时，你愿意教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夕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是赎罪，不是补偿，而是重新开始。在仙界里，你我二人没有宗门恩怨，没有正魔之别，只有你和我。林渊，你怎么样？我这人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你刚刚说你去过其他世界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没骗你，在我飞升时遇到了时空乱流，将我带到了一方小世界。在那里，我修为尽失，经脉尽断，是一个叫药师师的小姑娘救了我。就是你说的那个炼药师？对，她待我极好，所以我也答应她会回去接她。你每次都是这样，处处留情，还要都舍不得。是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我很贪心，但是夕瑶，无论是你，还是诗诗、夕阳、雪姬、霜雪，他们都是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你说的道吗？是，我的道就是不放弃任何人。但是你可知道，仙界规矩森严，不许真仙随意下凡，真仙也不可以随意带凡人飞升。规矩是人定的，也是人破的。若仙界不容他们，我会带着他们去一个容得下他们的地方。你还是这么狂妄。这不是狂妄，
是承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在天道面前，为了你的道，你能坚持多久？你可以看着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收回你说的话，然后心甘情愿的成为我的女人。哎，我只是向你表达了一下我的想法，但我没有说我要做你的女人哦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这是迟早的事儿？要是说我们每天都那个的话，林渊，你混蛋！我就是云儿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掌教至尊，你们这是？她是姬夕瑶，现在是我的道侣，也是你们的姐妹。那不是我们老祖的名字吗？没错，之前你们所闻确实是真的。当然，我知道你们对我也有芥蒂，我和他之间有过矛盾，但也有情愫。我这次来，不是来破坏你们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，陪他一起更好的走下去。不愧是女帝，就是气度不凡。只要云公子平安，我便安心了。师兄，我好想你。好了，我这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我已与西瑶商定，将在这仙界开辟一方净土，接你们飞升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所有人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，可好？只要能远远的看着你，我就能心满意足了。不错，我们都已经放下心中执念，只愿能够常伴在你左右。还有我也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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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。如何？现在你相信我了吗？还恨我吗？早就不恨了，我现在只想和你一起陪他们好好走下去。好。